玩没玩过愤怒的小鸟？就是 biu 一下能飞老远的那个。看看这个前脸，有没有那点意思？就像不像那个老生气的小鸟了？这台车就是长安起源的全新 Q05。或许有了解起源的朋友会说，之前不是有一个 Q05吗？其实这台车跟之前那台车基本就是两台车。这台车也是用的它的全新的架构。首先在外观方面，就是它最新的家族化设计，一个贯穿的大灯，轻轻往上挑，就是那个小鸟的美貌。然后下面的灯组就像那个大大的眼睛，是不是觉得还挺有个性的？然后这台车定位在小型的 SUV， 然后车长也是超过4.4米，轴距也超过了2.7米。其实这样的数据在小型 SUV 这个级别里还是挺不错的，并且目前的这种小型纯电的 SUV 侧面都基本做得很圆滑，或者是做得特别有个性。但是你看它做了一个悬浮的车顶，然后底下还是很凌厉的线条，就侧面看上去还是很动感、很有张力的。然后车顶激光雷达，就是这台车的高配版是配备激光雷达的。然后芯片是地平线的增程6M， 它目前是可以支持像高速啊，然后城区的高快路线。然后我比较喜欢的是在它的车尾上面顶上一个小小的尾翼，然后贯穿的灯带下面还有很夸张的这种格栅的装饰，就看起来层次感非常丰富。你想想，目前的纯电车或者是说新能源车能做多圆润就做多圆润，所以这台车还是很有个性的。接下来看车内版。坐进车内，它其实还是一整个环抱式的设计，然后它的内饰颜色有2种，就是很经典的白和黑。那我个人肯定就会更喜欢这种浅色的内饰。其实它的内饰用料也还是很不错的，就是虽然是这个级别，但是你身体经常会触碰到的，比如说中控台侧面，比如说门板上，都是有皮质的这种包裹，不算太薄的填充物，就摸上去还是很软软的。就中控台上面经常不会碰到的地方会有搪塑。然后这台车同样配备了一个大屏，这个大屏15.6英寸，里面的芯片是它自研的一个4纳米的芯片，也是一个车规级的。它的整个流畅度还有响应速度其实还好，也没有很明显的掉帧的情况，所以在这一部分科技感上还是很不错的。那除此之外就是座椅了，看座椅它整个填充物也很厚实，并且它的这个座椅叫 SPA 级的座椅。如果你是顶配车型的话，它的主副驾都有8点的按摩，并且还有座椅加热啊、通风，副驾还有一个可以抬升70度的一个腿托。那买这种小型 SUV， 另一个就要看空间了。首先它的储物空间啊，把中央副手塞一打开，这有差不多100毫升的水，能放个6、7瓶。然后前面我们还放了2个大纸巾，还有一个 Pocket 的包，就是你的笔记本电脑完全放进去也没有问题。那空间我先放一个我比较舒服的位置，差不多驾驶位置，去后排吧。坐在后排，我身高1.78米，然后腿部空间还有2拳，地板也是纯平的。后排的座椅坐垫呢，填充物也很厚实，就唯独有一点就是这个坐垫的长度吧，它不能很好的承托我的大腿。然后另外全景天窗，并且是带遮阳帘的，头部空间也有快2拳，所以坐在这里你就会感觉视野特别的开阔。接下来开起来看看。台全新的 Q05 了，那全新的 Q05 全系都只有前置单电机，前面放了一个120千瓦的电机。那相比起目前这种纯电车型，可能这个电机在账面数据上没有那么引人注目，但是对于一台小型 SUV 来说，它已经完完全全足够了，并且它的动力输出初段也非常的线性，很好掌控。那除此之外，它的电池的电芯是宁德时代的，有2种电池的容量可以去选择，基本上 CLTC 一个是400多一点点，一个是500多一点点。那如果比较在乎续航的，肯定去选500的版本。那实际开上这台车，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，就是你可以点开它的车辆的设置，你会发现能量回收制动模式、转向助力模式，你完完全全可以从1%到100%自己去调控，就是无论什么样子，肯定有一种百分比是最适合你的。那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动能回收放到最低，然后制动模式调到标准，差不多40%、50%的状态，然后转向助力也放到最轻巧的状态。因为如果是说制动你放到比较靠初段的位置，它的初段还是没有那么灵敏，就在体感上会感觉稍微有一点虚。
然后转向助力，如果你把它放到标准模式下，可能是差不多50%的状态，也是初段会有一个段落感，就前面这一下是稍微有一点虚，但是之后你再做，比如说快速做一个并线，就会觉得车头响应的时候会非常快，再加上这台车车身并没有那么长，所以整个车身跟随的也会更好一些。然后底盘方面呢，我们这台车是配 FSD 的，整个底盘的感觉还是很扎实的，就过个减速带之类的，它的悬架能拉得住。但是如果像这种正常路面的细碎的一些震动呢，你还是能从比如说你脚底下踩的位置，或者是屁股的这个尾巴骨这儿，能感受就是路面比较复杂的这种细碎震动。总结来看呢，你结合一下它的价位，在同级别中这样的表现已经非常符合家用了。做总结，那我觉得无论是买小型车还是小型 SUV 的用户呢，绝大部分考虑的就是经济实惠，而且空间大能装。那以这2个维度去判定，这台车已经做得非常称职了。除此之外，如果你想要一些科技化的配置，你可以选择高配。高配上面有激光雷达，然后包括15.6英寸的中控屏，还有4纳米的芯片。如果还想要更舒适的配置，你可以上顶配，比如说副驾的女王座椅啊、8点按摩啊，还有带腿托，舒适性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。最后呢，重点还是看它的价格，我觉得呢，10到15万应该能拿下。